大家好，欢迎来到洞见卓越。在健康科普的道路上，我们始终以科学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高血压患者特别关心的话题：服用降压药期间，哪些食物可能会拖后腿？很多人听说吃降压药不能碰鸡蛋，这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除了鸡蛋，还有哪些食物需要特别注意？别急，我们这就来一探究竟。降压药与鸡蛋，真相大揭秘。想象一下，鸡蛋就像一颗营养丰富的小金矿，富含蛋白质、卵磷脂和多种维生素。对于大多数高血压患者来说，鸡蛋绝对不是洪水猛兽。实际上，大部分降压药与鸡蛋并无直接冲突。鸡蛋中的营养成分对身体有益，适量食用完全可以，但凡事都有例外。对于服用 ACEI 类降压药，比如卡托普利、贝纳普利的患者来说，鸡蛋中的蛋白质成分可能会轻微影响药物的吸收效率。这种情况就好比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了一点小堵车，药物的旅程可能会稍微慢一点。不过，这种影响非常有限，只要在服药后1小时内避免进食鸡蛋，就能轻松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其他类型的降压药，比如钙通道阻滞剂、贝塔受体阻滞剂，患者完全可以放心食用鸡蛋。只要控制在每周4到5个鸡蛋的摄入量，对大多数高血压患者来说是完全安全的。高血压患者的饮食雷区，相比鸡蛋，高血压患者在服药期间真正需要警惕的，其实是另外2类食物：高钠食品和酒精类饮品。高钠食品，隐藏的血压杀手。高钠食品就像潜伏在身边的隐形刺客，悄悄地影响着降压药的效果。钠离子摄入过多会导致体内水钠潴留，增加血容量，从而抵消降压药物的效果。这就好比在已经满溢的水杯中再加1滴水，血压自然难以控制。高钠食品不仅包括咸菜、咸鱼、腌制品这些咸味担当，还包括许多加工食品，比如面包、饼干、方便面、火腿肠等。这些食品中添加了大量的食盐作为防腐剂和调味剂，成为隐形盐的主要来源。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每天摄入了多少钠盐。有一位患者服用降压药3个月，血压却一直居高不下。医生详细询问了他的饮食习惯，发现他每天早餐必吃1个咸鸭蛋和2片面包，午餐经常吃外卖，晚餐又偏好火锅或炒菜。经过计算，患者每天的钠盐摄入量竟然超过了10克，远远超出了推荐标准，每天不超过5克。在调整饮食后，他的血压很快就得到了明显改善。酒精类饮品，药效的破坏者。酒精类饮品则是高血压患者服药期间的第2大禁忌。酒精进入人体后会抑制血管收缩，与多数降压药产生协同作用，导致血压过度降低。这就好比在已经松开的弹簧上再加一把力，血压可能会一下子降得过低。同时，酒精还会加速肝脏对药物的代谢分解，缩短药效的持续时间，使血压控制变得不稳定。特别是对于服用贝塔受体阻滞剂，如美托洛尔、比索洛尔等的患者来说，酒精与药物的相互作用更为显著。两者同时使用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心动过缓、心脏抑制，甚至导致晕厥。每年急诊科都会接诊不少因为酒精与降压药相互作用而出现不适的患者。所以，高血压患者在服药期间一定要尽量避免饮酒。不同降压药的饮食注意事项。不同的降压药就像不同的工具，各有各的用途，也有各自的使用说明。了解这些注意事项，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发挥药物的效果。利尿剂类降压药，补钾很重要。利尿剂类降压药，如氢利噻嗪、呋塞米等会增加钾离子的排泄，长期使用可能导致低钾血症。这就好比在不断往外排水的同时，也把一些重要的营养成分一起排走了。因此，服用这类药物的患者需要适当增加富含钾的食物，比如香蕉、土豆、橙子等。同时，利尿剂还会增加尿酸的排泄障碍，对于痛风患者或高尿酸血症者来说，需要特别谨慎。这就好比在疏通一个管道的同时，可能会让另一个管道变得堵塞。钙通道阻滞剂，远离葡萄柚汁。钙通道阻滞剂如硝苯地平、氨氯地平等，与葡萄柚汁不宜同服。
葡萄柚中的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肠道和肝脏中的西马 P3A4 酶，减缓药物代谢，使血药浓度升高，加重药物不良反应。这就好比在药物的代谢高速公路上设置了一个障碍，让药物无法顺利通过。尤其对于老年患者来说，身体的代谢能力相对较弱，更容易受到影响。所以，服用钙通道阻滞剂的患者一定要避免饮用葡萄柚汁。CEI 类降压药，控制高钾饮食。CEI 类降压药使用期间应避免高钾饮食，过量补充钾离子可能导致高钾血症，出现心律失常等危险情况。这就好比在一个已经满溢的水池中再加水，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因此，服用这类药物的患者需要减少香蕉、干果、土豆等高钾食物的摄入，避免与药物产生不良反应。科学饮食助力降压药发挥超能力。降压药治疗时，合理的饮食能显著增强药效。这就好比给药物配上了一对翅膀，让它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研究证实，遵循大式饮食模式，即富含蔬果、全谷物、低脂乳制品、限制红肉和甜食的高血压患者，降压效果比单纯药物治疗提高15%到20%。低脂乳制品，血管的守护者，选择低脂乳制品代替全脂奶制品，能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有利于改善血管弹性。每天适量摄入无糖酸奶，既补充了蛋白质，又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间接帮助血压调节。这就好比给血管穿上了一层防护服，让它更加健康。深色蔬菜，天然的降压药。深色蔬菜如菠菜、西兰花、紫甘蓝等富含硝酸盐，体内转化为一氧化氮后具有扩张血管的作用。每日至少摄入300克多样化蔬菜，可协同降压药发挥更好的降压效果。这就好比在药物的基础上又加了一层助力器，让降压效果更上一层楼。高纤维谷物，心脏的好朋友。高纤维谷物如燕麦、全麦面包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改善心血管健康。临床试验表明，替代精制碳水化合物为全谷物，可使收缩压额外下降5到8每日剂。这就好比给心脏送来了一个健康伙伴，让它更加有力。在优化饮食的同时，药物服用时间同样重要。许多降压药宜在晨起空腹服用，而有些则适合睡前服用。根据自身血压波动规律和医生建议，选择最佳服药时间，能使药效最大化。当降压药效果不佳时，怎么办？如果发现服药后血压控制不理想，别慌，先从多方面分析原因。除了饮食因素外，情绪波动、体重增加、运动不足等都可能影响药效。建议记录详细的血压日志，包括测量时间、数值、当日饮食和情绪状态，帮助医生分析问题所在。药物剂量需要个体化调整，切勿自行增减用量。血压控制不佳时，应及时就医调整用药方案，避免盲目更换药物或加大剂量。高血压是终身性疾病，药物治疗通常需要长期坚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掌握正确的饮食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药物作用，实现血压的平稳控制。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的话，可以分享给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下个视频见了。